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王楚然突然生病缺席剧组直播，也让明星工作的两面性显露出来。看似光鲜的背后，连身体都常常无法由自己掌控。2026年4月2日晚上，原本应该出现在明月录剧组直播镜头前的王楚然，突然消失了。工作室的一纸声明把突发身体不适几个字推上了热搜。声明里说，他当天身体突发状况，医生诊断后开了药，但状态不稳，直播只能取消。剧组官微紧随其后，表达了遗憾和歉意。评论区里，出人意料的没有抱怨和质疑，满屏都是心疼姐姐，好好休息，身体第一。一个当红艺人临时放鸽子，舆论却一边倒的表示理解，这事儿本身就挺值得琢磨的。翻看王楚然出事前1周的行程，你会发现身体不适这4个字可能不是偶然。3月底，他主演的剧刚杀青，紧接着就是广告、杂志、活动，行程表密不透风。有消息说，4月1日凌晨4点，他还在拍海报，短暂休息几个小时后，下午又得继续开工。这种连轴转的强度对体力是巨大的消耗，而且这还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健康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去年，他就曾在粉丝群里晒出满脸红斑的照片，公开求助治疗荨麻疹的方法。他自己是过敏体质，剧烈运动、情绪波动或者过度劳累都容易让荨麻疹反复发作。更早之前拍戏，他还曾带着尾椎骨折的伤，咬牙坚持把戏份拍完。这一次，身体积累的损耗终于拉响了警报。王楚然的病倒，就像撕开了娱乐圈光鲜表皮的一道口子，让我们得以窥见内里真实的机理。聚光灯下的他们，究竟在用什么样的代价换取屏幕前的光芒万丈？这碗饭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好吃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明星这个群体可能是慢性病和亚健康的重灾区。一项针对186位文体明星的专项体检调查显示，高达 46.5% 的人心电图异常， 43.5% 的人血脂异常，1/3的人有脂肪肝。这些数字远高于普通体检人群。更普遍的问题是睡眠。调查发现，1/3的明星长期处在睡眠不足状态，感觉很累。超过一半的人经常昼夜工作，无法得到正常休息。另一项数据显示，国内30岁以下艺人的亚健康比例高达 78%， 睡眠障碍检出率更是达到 72%， 约 65% 的艺人都有睡眠障碍，而在高强度工作节奏下，这个数字只会更高。当睡眠成为一种奢侈，身体各个器官就开始抗议。长期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精神高压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器质性病变。有分析指出，艺人群体中近 70% 的患病根源在于过度劳累，最终落下了胃出血、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这些靠休息无法逆转的毛病。30岁以下的年轻艺人里，近一半存在颈椎、腰椎问题、鼠标手、腱鞘炎这些听起来像是程序员专属的职业病，在他们身上也变得常见。原因无他，长期久坐、低头看剧本、赶通告。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次次触目惊心的健康警报。2019年11月27日凌晨，演员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晕倒。当时节目已录制近17个小时，他在奔跑中喊出“我不行了”后倒地，心脏骤停。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了心肺复苏，但最终医院宣布他因心源性猝死去世，年仅35岁。那档节目的设定是夜景追跑竞技秀，
录制时间经常持续到深夜甚至凌晨。悲剧发生后，关于节目组是否过度追求效果，忽视艺人安全健康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时间拉到更近的2026年3月31日，歌手张正在湖北恩施完成一场直播后，在后台突然捂住胸口，对工作人员大喊“不要碰我，我这里痛”，随后抽搐晕倒，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有网友透露，在此之前，张正已经连续10多日进行高强度工作，日夜筹备舞台彩排和深夜直播，体力严重透支。幸运的是，经过抢救他醒了过来，还问护士为什么吊瓶滴得好慢。但这份幸运并非每次都能降临，还有更多名字和他们的健康问题散落在各种报道里。于文文在商演中意外晕倒，被指是跨程赶场导致身体透支。张靓颖因长期免疫力低下，确诊了带状疱疹，那种神经痛可能持续数年。王嘉尔曾因日均睡眠只有3到4小时，引发胸痛等躯体化症状，收到医生的严肃警告。迪丽热巴常年连轴工作，出现了免疫紊乱的问题，手掌干裂渗血成了常态。这些并非个例，而是一种行业生态下的普遍状态。为什么明星的健康问题如此突出？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很难拥有规律的生活，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拍戏时凌晨3、4点起床化妆是常事，拍到半夜1、2点收工更是家常便饭。今天可能还在北方的影视城，明天就要飞往南方的综艺录制现场，跨时区赶通告打乱了生物钟，身体根本来不及适应，压力更是全方位的，既要面对赶进度、保质量的工作压力，也要承受来自网络舆论、粉丝期待甚至行业淘汰的心理压力。长期处于这种紧绷状态，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很容易出问题，饮食同样极不规律，忙起来一天可能只吃1顿饭，这顿饭可能是片场放凉了的盒饭，也可能是赶时间时啃的面包或泡面。为了上镜好看，很多艺人还需要长期控制饮食，甚至节食减肥，在饥饿状态下完成高强度工作，对胃、肝、肾都是巨大的负担。这种用健康换事业的透支模式，在行业内似乎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常态。然而，硬币总有另一面，如此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对应的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回报。行业顶端的收入、巨大的社会关注度、粉丝的狂热喜爱，这些构成了这个行业最诱人的吸引力。哪怕知道前路艰辛，依然有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前赴后继。这就像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的时间、健康，甚至生命，而赢家通吃的法则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但高收益的背后，是同样多维度的高风险。市场风险首当其冲，行业有周期，资本有冷暖。当热潮退去，那些腰部演员的收入可能面临断崖式下跌。职业风险更为致命，一旦艺人因为违法、失德等行为塌房，不仅自身职业生涯可能瞬间终结，所有关联的影视作品、综艺节目面临下架风险，更会牵连整个项目团队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形象风险也无处不在。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需要承担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和法律约束。一次不当言论，一个争议行为，都可能导致商业价值急剧蒸发。心理层面的压力同样不容小觑，抑郁、焦虑、舞台恐慌症等心理问题正在艺人群体中快速蔓延。微笑型抑郁症成为这个群体的常见心理问题，他们可能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私下里却被深度的抑郁情绪困扰。名景男曾因密集的行程安排诱发舞台恐慌症，无法正常完成演出。
赵露思也因高压工作导致抑郁症躯体化，出现暴瘦、干呕、关节痛等症状。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精神的弦可能早已绷到了极限。那么，当健康一次次亮起红灯，行业内外能做些什么？王楚然事件后，舆论罕见的宽容态度或许是一个信号，公众开始意识到，明星也是人，他们的身体同样会累、会病、会垮。那种拿了高薪就该拼命的论调正在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身体第一，我们等得起的共情。这或许能倒逼行业进行一些反思。一些业内人士开始呼吁，应该建立更科学、更人性化的工作时长规范，可以参考好莱坞的工会制度，对连续工作时间、休息保障做出明确规定，摒弃那种以健康换流量、以人命搏收视的短视思维。艺人的工作室和团队也需要把健康管理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敢于对不合理的工作强度说不，合理安排行程，为艺人留出必要的休息和恢复时间。毕竟，一个健康的艺人才是所有商业价值最根本的载体。对于艺人自身而言，在追逐梦想与星光的同时，也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胸闷、心慌、长期极度疲劳、感冒后心慌乏力迟迟不缓解，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绝不能硬扛。懂得适时喊停，有时比咬牙坚持更需要勇气，也更为明智。真正的敬业，从来不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王楚然工作室在声明里强调，以艺人健康为先，明月录剧组也同步表达了歉意。这次事件的处理展现了一种相对积极的姿态，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健康优先的理念能否从一次危机公关的个案转化为行业普遍遵循的准则？当王楚然静养恢复时，还有无数个王楚然正在不同的片场、摄影棚、直播间里经历着相似的连轴转。他们的身体是否也要等到亮起红灯的那一刻，才能获得片刻喘息的权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明星也不例外。星光固然璀璨，但若要以燃烧健康为代价，那光芒又能持续多久？王楚然的病倒不是一个孤立的娱乐事件，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明星这份职业华丽袍子下的另一面。那里有光环，也有阴影，有令人艳羡的收获，也有不为人知的付出与风险。当我们在屏幕前欣赏他们的表演时，或许也可以多一份理解，那些完美的形象背后，可能是一个个正在透支的身体和一颗颗需要被温柔以待的心。